欢迎收看 Highlight， 我是英莹。前几集呢，我们都在讨论马来西亚的种族课题。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眼界拉远一点点，问问身为人类的我们啊，为什么总是会情不自禁的歧视其他种族呢？这个话题呢，马来西亚人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南非的种族隔离，到这几年呢 ，COVID 就是欧美人仇视亚洲人的现象。I'm a racist. Okay, that's fine. Okay? So So what's the your issue? point? Why are you here? Because this is a no-nigger zone. Need to leave. You do not talk to No, our you guests need like to that. leave. You need to leave. Asian piece of Oh my god. 怎么我们人类好像始终都没有办法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心理机制所导致的。今天 Highlight 就要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你怎么样都摆脱不了的种族歧视的心理机制。科学家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种族，都是人类想象的。那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人每天都挂在嘴边的那种我们华人我们马来人我们印度人，其实这些呢都是违反了现代科学的，或者呢讲得更直接一点，这是过时、老旧、被淘汰的科学。种族呢，曾经是人类学呢很常用的术语。19世纪的科学家就用人类的外在特征，比如说是肤色啦、头发啦，还有身体，进行了分类，甚至是排名。他们就把人类呢分成了高加索人、美洲人、蒙古人、黑人，还有马来人。不过呢，这种分类早就被唾弃了，因为20世纪的基因研究发现所有的种族，也就是人类基因其实非常的相似，所以呢，科学早就否定种族的这个概念。那一切呢，都是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或者是政治需求被刻意制造出来的。那如果你想要活得更文明一点的话呢，就不要把这个种族挂在嘴边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继续看下去。歧视心理的 formula， 首先我们要先来认识人类形成歧视心理的 formula 马来西亚人很可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还是意思来复习一遍 ，in case 你没有很有自我觉察。Step 1， 内心先制造刻板印象。这个呢是属于心理的认知，比如说，我认为马来人比较懒惰，我知道华人很狡猾。我认同印度人很爱喝酒。那先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去制造一个我认为的刻板印象。Step 2， 晋级成偏见。一旦你有了这个刻板印象呢，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了，也就是你的情感上产生的偏见。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的感受还有你的感觉例如呢，就是我不喜欢我的马来同事，我讨厌跟华人买东西，我害怕印度人。这种带有情绪的偏见呢，通常会隐藏在你的心里，暂时呢还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因为伤害会在下一个阶段。Step 3， 具体的歧视。当你在情感上面呢厌恶某一个种族之后呢，你的心里就会反映到你的行为，最后呢就会开始出现有具体的一些歧视的动作，比如说你呢就会不自觉、很公开的就说出了种族歧视的话，或者是一些散播仇恨的言论，甚至呢有权势的人还会把它变成一种伤害特定族群的制度，例如说拒绝聘请马来人当员工啦，拒绝购买华人的产品啦，拒绝出租屋子给印度人等等。那下次呢，如果你突然又有浮现这些歧视的想法，就要记得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这3个步骤来制止你内心的小恶魔人类情不自禁的歧视心理。那既然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种族是很不科学的，那为什么我们人类还是继续会有种族歧视的陋习呢？其实这一切呢，都是人类控制不了的一种心理在作祟啦。原因1，人类懒得用脑。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是很懒的呀，我是。虽然呢，我们都有脑袋，但是呢，基本上呢，可以不用用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会用的。
所以通常呢，人类呢都很懒得思考很懒得去分析，也懒得去认识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帮我们简化所有的事情，像是马来人很懒惰啦，华人很贪心啦，这种以偏概全、忽视人是个体的这种思考逻辑，就是大脑用最简化的方法给人进行分类。那么因为这种刻板印象呢，可以帮你的这个大脑呢省下很多的 energy， 你就不用去分析这个人的性格啦、能力啦、学历啦、潜力啦等等等等，你就直接说，哎呀，华人就是这样的啦，马来人都是那样的咯，很快，你不用想，浅显易懂。那你是不是经常讲这样的话嘞？不要偷懒咯，叫你的脑袋动起来吧。潜意识在歧视。无论我们的道德标准有多么的高，或者是有多么的政治正确人类的潜意识呢，还是很容易呢会把你导向一个刻板印象，因为这是一种隐藏在脑袋深处，我们没有办法呢察觉的这一种潜藏偏见。什么是潜藏偏见呢？很轻，是不是 ？OK， 举个例，比如我问你，男生喜欢什么颜色？女生喜欢什么颜色你就是第一个直觉的告诉我说，哎呀，女生喜欢拼拼的，男生喜欢 blue blue 的。那这个呢，就是社会集体创造的一种潜意识。你就算再不喜欢或者再不认同，你都会控制不了你的脑海里面的第一个反应。那如果我继续问说，什么人最喜欢飙车？什么人最爱赌？什么人最爱打老婆？你潜意识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呢？不满自己，恐惧的出口。当人类对自己有不满的时候，不管是你的钱赚得太少啦，或者是你追不到女朋友啦，就是脱不了单啦，我们都会把这个不满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原因，人类是很懒惰的，我们通常呢都不会检讨问题也不会解决问题啦，反而呢就是会把问题呢推到别人身上。种族就是最好的对象。除了不满的情绪，恐惧呢也会驱使我们讨厌其他的种族，比如说害怕找不到工作，害怕失去地位，害怕被排挤，怕被有钱人欺负，怕女生都被靓仔拐楼抢走。这些明显呢不是种族导致的恐惧呢，在媒体和有权势的人推波助澜之下，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种族仇恨。人类的心理应对机制，当人类面对危机、残酷和现实，内心很焦虑、很失落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要抵抗这种不舒服，我们就会进入否认的心理状态，否认真正的原因，而且脱离现实，只相信某一些阴谋论。举个例子，COVID 爆发的时候，很多人的心理应对机制就被启动了。他们不相信有病毒，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阴谋，或者病毒是亚洲人故意制造的。这种脱离现实的这个仇恨言论呢，或者是种族主义，不单只简化了整个问题，也让焦虑有了出口。那我们再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那当年呢，有很多的极端分子呢，都是支持纳粹的，支持第2次世界大战。你以为这些人都很笨吗？或者是为了钱吗？那是为了心理需求。当时的欧洲经济出了问题，社会不稳定嘛，一切看起来好像都要崩溃了。那当大家呢找不到答案，而他焦虑不安又很绝望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这时候纳粹登高一呼，就提供了一个最浅显易懂的答案，那就是问题都是犹太人造成的。于是大家就集体的脱离现实，选择忽视复杂难懂的经济问题，引爆了这一场人类的悲剧。有心理学家就说一旦人类启动了这种心理应对机制，那基本上呢，你就没有办法用道德劝说来挽回了。小孩也会分种族，虽然呢，我们都说小孩是最天真无邪的，哈哈哈哈这样子觉得他们都不太会分种族，不会分你我，小孩都是一张白纸。但是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其实小孩从小就会注意到种族的差异的哦。Because the brown is so dark. He is no cute. I think this one. Chinese I don't really like. One play with me and all the other never play with me. 那当然呢，还没有到会说彼此坏话的这个阶段这个要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才慢慢学的 ，OK？ 他们呢只是会发现差异。举例，如果白人小孩跟黑人小孩一起玩，当他们发现白人小孩都有很贵的玩具，但是黑人小孩呢都只有那些很廉价、很便宜的玩具，那么小孩的内心呢就会默默的自动配对。
黑人只能够玩到便宜的玩具，但是如果我跟白人玩，我就可以玩到很贵的玩具了耶。那最后呢，他们就会倾向于跟白人小孩一起玩，而且呢，还不单只是这样哦。如果这个小孩啊发现不同的肤色之间原来会有贫富差异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去思考背后的原因，而最容易、最不用花力气思考的答案是怎样？没错，又是种族。如果大人呢没有给予他们正确的这个观念，那么种族的刻板印象呢就会慢慢在小孩的脑海中哦，就是萌芽，长大之后呢就很难再纠正了。就好像我们这些邪恶的大人，刻板印象让你的表现变差。那有一个说法是，当你觉得你可以，你就可以。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或者反过来呢，当你觉得你不行，你就不行。我本来要翻译马来文的，Kalau you rasa you tak boleh, you tak boleh, you memang tak boleh。如果某一个种族他认同社会对他施加的这个种族刻板印象，比如某某种族的数理科都是很差的，表现都很不好的，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就会担心外界给他负面的评价，结果呢，不知不觉呢就没有正常发挥，影响了自己的表现。1995年的时候呢，美国就做了一个实验哦，他们个别找了黑人学生还有白人学生来做这个智力测验，他们只对一半的学生表明这是一场智力测试，而另外一半的学生呢，则是以为只是来回答问题。结果他们就发现，一早就知道这是个智力测试的黑人学生们表现比白人学生差很多。那至于另外一半不知道状况的学生呢，黑人跟白人的表现却是一样的好。这是因为黑人学生知道这是一场智力测验之后，触发了他们自身种族比较差的刻板印象，结果影响了自己的正常表现。那如果刻板印象没有被触发，那么黑人的表现就不会受到影响。种族主义影响心理健康，那除了表现会变差呢，美国的纽约州政府也说，其实呢，种族主义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人的心理健康。他们还为此呢进行了一些宣导，去提醒社会，种族主义呢是确确实实的影响着大家的心理的。而且呢，他们还列下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很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比如说悲伤、抑郁、有自杀的念头、自我价值感低、悲观、绝望，或者是愤怒、失去计划和思考的能力，甚至是酗酒等等。其实这些人、制度或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都会对我们的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产生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后果，所以呢，你就不要再说种族主义对我们没有影响了啦。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专题呢，大家可能看一遍呢，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消化。我建议你看多几遍，你帮我们冲一冲我们的观看率，或者是你觉得你身边有一些人呢，可能他是不自觉的一些种族歧视的话，可以跟他们分享，把 video share 出去就让更多人可以自我觉察、自我改善。然后一起让马来西亚变成一个更好的环境，好不好？虽然我们马来西亚人每天都跟种族主义相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是请记得哦，这种习以为常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希望呢，你看了这一集之后呢，并不是说你可以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所有原因来合理化自己的种族歧视，我们反而希望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集的这个资讯的整理，让大家有一点点自觉，知道我们的心理的运作模式之后，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控制它，然后去打破它其实我们还有做其他关于种族的影片，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题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频道找来看看哦。谢谢你们的收看，欢迎帮我们把影片 share 出去。嗨来的，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对，去这些地方 follow 我们，我们有短片、有长片、有文字，有文字吗？马上会有，敬请期待。